姑娘，我这血压最近总不稳，之前的药是不是得调整下剂量啊？您先别急，跟我说说最近作息和饮食，我再结合您的情况看看用药方案。这家药房真不错，问诊专业，用药讲解也仔细。是啊，问得清清楚楚，我们当家长的也放心。谢谢大家认可，门店能做得好，全靠我平日里严格管理，把控每一个细节，才能让大家买得安心。店长，今天所有问诊配药全是我一个人在忙，您连问诊台都没靠近。你什么意思？当众拆我的台？你一个普通员工还敢跟我争功劳？不想干了是不是？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你干的那些活随便拉个人都能干。本月盘点发现17处药品摆放输入，23次小票输入延迟，按照规定扣除本月全部绩效奖金。店长，我每天闭店后都逐排货架检查3遍，怎么可能有17处？张倩说她都录了，怎么？你自己的责任还想甩给同事？是因为她录入的药品信息错误，我才让她修改，这不是我的错。你这种推卸责任的态才是最大的问题，你凭什么让所有人都得围着你转？店长，我入职3年，门店所有脏活累活我一个人扛，您不能这样对我。哼，你这么能干，怎么到现在还是个普通员工？苏婉，我告诉你，职场不是看你多能干活，是看你会不会做人。你最大的错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签字，出去。我每天工作15个小时，所有烂摊子都是我收尾，凭什么？凭什么所有脏水都往我身上泼？我真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我感冒好几天了，拿点见效快的药。等一下，这2种药不能一起吃。你抢我单子，有病吧？这些药都含同一种成分，叠加吃会伤肝。对不起，先生，我给您拿合适的药。你故意当众拆我台！店长，苏婉抢我单还骂我。苏婉，给张倩道歉。我凭什么道歉？她差点害了顾客，没出事你就闭嘴。我再说一遍，道歉。对不起，下次别这么自以为是。就他最傻，天生背过命。职场里老实就是最大的错。我守住了用药安全，却只是他们的背锅侠。店长，这批货数量太大，而且大部分只剩1个半月效期，马上就要临期。咱们店主打平价常用药，周边居民根本不会买这些高价杂盘滋补品，风险太高了。做生意别太死板，高利润的货当然要多囤，薄利能赚几个钱。我负责进货拓利，你们负责推销出货，各司其职，能不能卖出去是你的工作问题。李梅当众下达硬性推销指标，逼着苏婉和张倩优先主对这批高价保健品。苏婉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向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今天每人必须卖出10盒，卖不完不许下班。店长放心，我一定努力推销。店长，这批货只剩1个半月效期，顾客本来就介意临期产品，而且价格是市面上同类产品的2倍，硬推指挥什么？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哪来那么多废话？我可以推荐，但不能欺骗顾客，我必须跟顾客说明真实情况。你告诉顾客真实情况，谁还会买？卖不出去，你今天别想下班，而且所有损失从你工资里扣。阿姨，您可以试试这款滋补品，现在有活动。不用，我就买个感冒药，这些补品太贵，我用不着。这款保健品对免疫力提升有帮助。880，抢钱啊你们！半个月了，1盒都没卖出去。苏婉，你到底行不行？不行，趁早滚蛋！店长，我已经尽力了，但产品本身有问题。你才有问题！人家张倩一天卖5盒，你1盒都卖不出去，这是你能力问题，不是产品问题。张倩那5盒是……你闭嘴！
自己无能就别找借口，从今天起全部由你一个人负责，这批货的推销也全部算在你头上，卖不完扣你工资。半个月后，大批保健品彻底过期报废，门店账面出现大额亏损。这批保健品全部过期报废，门店亏损2万3，按照店规全部从你工资里扣。店长，我一个月工资才4500，2万3我不吃不喝也要扣5个月，那是你的事儿。这批货是您私自决定囤的，我都没有参与，为什么都让我承担？凭什么？就凭你是门店的员工，货在店里就是你的责任。你上个月的绩效已经是负数了，加上这批亏损，还道歉公司8000块。道歉？我每天工作15个小时，现在还要道歉公司钱，觉得不公平？那你辞职啊，门店不缺你一个。不过你辞职之前欠公司的钱1分不能少。苏婉盯着那张欠款确认单，手抖得几乎握不住笔。我签字可以，但店长，我想问您，我有没有一次工作失误造成门店损失？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今天您让我写的这张欠条是公司欠我的。行了，滚出去干活。小苏，我们专门来找你的，每次找你问完，我们才放心吃药。其他店员我们不信，就信你的专业。你们先请坐，我帮你们复测下血压，再核对一遍药量。这家店我们能一直来，全是因为小苏靠谱，不然早换其他家了。是啊是啊，我也是冲着小苏来的。姐姐，其实苏婉就是私心重，故意拉拢你们这些老顾客，立好人设呢，想把店里客源变成他自己的私客。不会吧？小苏一直很负责啊，看着勤快而已，只不过是装样子罢了。他就是故意抢我们业绩，背地里可计较了。店长，现在店里顾客都只认苏婉，根本不认门店。他私下拉拢客源，搞得我们其他人根本没业绩，团队氛围都被搞差了。苏婉，我收到反馈，你近期刻意私揽老顾客，导致顾客只认你不认门店，扰乱团队秩序。店长，老顾客愿意信任我是认可门店的专业服务，我从来没有私揽客源，更没有抢任何人的业绩。不用找借口，门店不是你树立个人口碑的地方。我警告你，从今天起禁止你私下对接老顾客。从今天起，苏婉负责库房整理和卫生打扫。店长，你不是说禁止私下揽客吗？为什么正常接诊都不让我做了？你还好意思问？你把门店当成你的个人舞台，从今天起你就给我老实待在库房，别出来了。店长英明。店长，我血压不稳，想让小苏帮我看看。大哥，以后我来帮您看，我专业水平不比他差。可是，您要是信不过我，可以去其他家。哎，这不是你的活吗？库房整理，好好干啊，别偷懒儿。度检查即将临近，门店常年管理松散，一旦检查不合格，直接面临停业整改和处罚。李梅立刻把所有整改压力推给苏婉，马上要检查了，门店所有问题都由你负责整改，库存、账本全部给我捋顺，必须一次性过关，不能出半点差错，这是你本职工作，出了事唯你是问。店长，门店账本和处方不规范是日积月累的问题，不是我个人造成的，全部压给我，时间根本来不及。那是你的事，我只要结果，能不能完成，怎么加班整改，你自己想办法。半个月后，检查人员准时上门。你们这家店这次整改很到位，账本清晰，处方规范，药品管理合规，尤其是药师专业严谨，细节把控到位，值得同行学习。是，领导说的对，我们一定好好落实。几日后，总部公示下发专门针对惠民药房顺利通过检查业绩增长表彰通报和专项现金奖励，明确嘉奖在版员工提质增效的付出。这次门店顺利通过检查，业绩大涨，全靠我的严格管理、统筹规划、提前部署整改，把控好每一处细节，才有了现在的成绩。大家以后继续跟着我干，门店只会越来越好。店里工作谁来都能做，没什么了不起的，更没什么技术含量。门店能过关，业绩能上涨，核心是我管理得当。
希望某人摆正自己的位置，别太高看自己。要是不想干，随时可以走人，没人拦你。店长，我辞职。辞职？你觉得你有资格辞职？你欠公司8000块，账没清就想走？那我重新写一份。写，现在就写。不过走之前，你得先把欠款清了，清不了就把你个人物品全部留下。苏婉，不是我说，你走了也好，不过你欠公司的钱必须清了，不然我们都要被你连累。就是自己惹的祸自己扛，别拖累我们。一个接一个，每个人都补了一刀。苏婉站在中间，像一个被围猎的猎物。你们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住了。记住又怎样？你一个欠公司钱的人，有什么资格在这儿放狠话？这是我的离职申请，您可以不同意。我今天一定会走。说完这句话之后，苏婉转身走向储物柜。李梅想拦，但被苏婉的眼神镇住了。那是一种我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眼神。你走了就别回来，我倒要看看你能混成什么样！苏婉离职第一天，药房正常开门营业。店内店员松散懈怠，没人整理货架、核对药品，氛围散漫随意。小姑娘，我来拿每月固定的降压药。这2天血压有点变动，我心里不踏实，想问问还用不用吃了，需不需要调量？你去接待下，就是拿个常规降压药，小事一桩。我年纪大了，一直2种药搭配着吃，你帮我仔细核对一下，千万别拿错。张倩听不懂，又懒得仔细核对，靠着模糊记忆从货架拿下2款调节血压的药品，错将高剂量不适配老人的药品打包。奶奶，你常年吃的药能有什么问题？一直都是这2种，直接结账就行。你们看吧，苏婉不在也没有半点影响。以前就是她太较真，一点小事反复核对，搞得店里氛围紧绷，大家跟着受罪。药店就是卖货的，哪有那么多讲究？没了她，我们店里照样正常营业，轻松又省心。就是以前全是他把简单工作搞复杂，还拖累我们加班受累，现在多轻松。我看他迟早得后悔离职，过段时间肯定会回来求我们。还是现在舒服，不用天天加班受累。对啊，以前苏婉太严谨了，一点小问题都要检查半天，现在自在多了。所以人要有自知之明，你们说是不是啊？人呢？出来给我解释清楚！我妈要是有个3长2短，我跟你们没完！我吃了10几年降压药，从来没这样过。今天在你们这儿拿的新药，吃完就感觉不舒服。大家看看，我妈是高血压患者，常年吃降压药，结果这家店私自给她换成了短效高剂量的，这是在拿生命开玩笑。短速降压药高剂量，这不等于让血压坐过山车吗？会要命的。这也不能全怪我们，老人家年纪大了，身体本来就有各种毛病，说不定是他没按医嘱服药。我们的药都是正规渠道。你再说一遍，我妈每天准时服药，病历本上写得很清楚。你们店里连个执业药师都没有，你们凭什么卖处方药？你别动手，再动手我就报警了。报啊！正好让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和相关监管部门一起过来，看看你们这家黑店是怎么害人的。
以前苏婉在的时候，每种药的禁忌用法讲得很清楚，从来不会出错。就是苏婉一走，这店就彻底完蛋了。乱卖药，这不是谋财害命吗？你们别乱说，药品不良反应很正常，这是个体差异。医生说了，就是吃高剂量的药导致的。你们差点害死我妈，我要去举报你们，让你们倾家荡产。你们等着收律师函吧，这事儿没完。这种黑心店早该关门了，以后我只去新锐药店，起码人家药师有良心。最近生意也太差了，根本没人买药。正常，淡季而已，过段时间就好了，不用瞎操心。店长，你这药都过期大半个月了，怎么还摆在货架上售卖？这里有好几盒肠胃药、感冒药都马上过期，以前你们家从来不会出这种问题啊。起来购更为之消息网。至于吗？不就是几盒快购期的药，有必要这么较真、小题大做吗？这货架也太乱了，看着乱糟糟的，一点不规整。没办法啊，店长，以前这些都是苏婉一个人干，她没事就整理货架核对日期，我们根本不管这些。现在她走了，没人专门整理这些杂活，乱一点很正常，又不耽误卖货。也没多大事儿，先放着吧，反正现在没人检查，先凑合营业。现在想想，以前苏婉也太死板了，天天检查日期、账本这些小事儿，搞得我们跟着受罪。就是做生意本来就该灵活，他太较真，没事找事儿。对啊，都是之前遗留的隐患，不是我们的问题。最近业绩跌得一塌糊涂，你别整天摸鱼，多主动推销高价货，赶紧把销量冲上来。你好，我怀孕几个月了，身体一直很虚，想问下有没有孕妇能吃的滋补品。你体虚就要好好补一补，这几款是最好的滋补品，好多人都回购。你吃一段时间，体质就能调理过来。赶紧去付款吧，早吃早调理，特别适合你现在的状态。住手！这药你也敢卖给孕妇？这里面全是活血化瘀的成分，是孕期最大的禁忌。你这根本不是调理身体，是拿孕妇和孩子的生命开玩笑。以前苏婉在的时候，从来不会出问题。各位，现在这家药房为了赚钱不择手段，之前卖错老人的降压药，现在又卖给孕妇这种药，简直太离谱了。我们这是正规药，只是正常滋补，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拿活血的药给孕妇吃，出什么事儿你们承担得起吗？不懂就别乱卖药。哎呀，太吓人了！还好这位大姐及时拦住，不然要出大事。之前就出过用药问题，现在又差点出严重意外，我以后不敢来这家店买药了。孕妇禁药风波过后，开店一上午，几乎没有顾客进门。李梅看着空荡的门店，脸色难看，却依旧不肯认错，硬撑着想要挽回门店。从今天起，店里全部由我亲自把关，之前出的问题都是员工操作疏漏，现在不会再出任何问题，大家放心买药。对，现在店长亲自管，流程肯定规范，大家尽管放心。店长，这2种降压药一直搭配吃，近期血压不稳，你帮我看看需不需要调量，有没有用药冲突？没事没事，你照常吃就行，没什么冲突，不用瞎纠结。以前苏婉每次都帮我逐条核对，讲得很清楚，你什么都说不明白，我们哪敢随便吃药？只有那几种药，放心吧，我可是专业人员，绝对不会让你吃出问题的。你能说出这句话，算了，我还是去别的地方看看吧。哎，别走啊！我这边可以给你优惠。一整天下来，店内客流寥寥无几，往日热闹繁忙的药房彻底变得冷清。张倩盯着收银台空白的流水账单发呆，李梅看着惨淡的业绩报表，满心憋屈。真是莫名其妙，地段一直没变，怎么没人上门？现在的顾客也太挑剔了，一点小问题揪着没完，一点都不体谅门店做生意的难处。
店长，我处理不了这些单子，线上处方要核查禁忌，还要录医保系统，我只会收人，这些流程我完全不会。不就是点几下鼠标的事儿？苏婉每天都在弄，能有多难？赶紧全部审核通过，不要影响店铺评分。张倩被逼无奈，只能胡乱操作，多张存在用药冲突的处方被违规放行。快点，磨磨蹭蹭干什么？把单子过了就行，哪来那么多讲究？以前就是苏婉太死板，来回反复核对，纯粹浪费时间。我真不确定对不对，苏婉以前每次都反复核对成分，这些专业术语我一个都看不懂。不用细看，顾客自己下单的能有什么问题？赶紧出货。我凌晨就下的单，家里老人等着吃药救命，你们一直不审核，系统直接自动退单，你们到底会不会开店？对不起，我们今天人手有点忙。我看你们是根本没人会操作，耽误病人用药，我立马平台投诉，还要打总部电话举报你们。店长出事了，好多顾客投诉，还有人要举报我们违规。什么破平台，规矩又多又死板，顾客也太矫情，这点小事非要投诉，纯属鸡蛋里挑骨头。要是苏婉在，肯定不会出问题，也不会被平台处罚。苏药师，我已经关注你很久了。你之前在惠民工作的时候，你的专业、你的服务，整条街的同行和街坊都看在眼里，我特别认可。惠民以前和顾客都没有纠纷，线上口碑好，大家心里都清楚，全是你一个人撑起来的。最近惠民口碑崩盘，线上瘫痪，更能看出你的重要性。我今天专门找你，想跟你好好聊聊。进来坐坐，我带你看看我们店里的环境。我正式邀请你入职新锐，我给你双倍薪资，核心药师岗位，店内处方审核、用药指导、员工培训、库存管理，全部都听你的。我尊重你的专业，不抢功劳，不搞职场打压，你只管凭本事做事，我全力配合支持你。王老板，我做事习惯严谨，对药品和问诊细节要求很高。我不怕辛苦，但我很怕职场内耗，更怕被打压、被抹黑。我开药店这么多年，我知道药店立足靠的就是专业和良心。我不会让老实人受委屈，更不会让你的每一份付出白白浪费。谢谢您的认可，我愿意入职，我会做好每一次专业服务，绝不辜负您的信任。欢迎加入新锐，从今天起，这里就是展示你能力的平台。遇到儿童，一定要先问诊、辨症状、看年龄，绝对不能为了提成乱搭配药品，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明白了，苏药师，我会根据症状推荐药品，绝不乱搭配药。店员你好，孩子4岁了，高烧39度5，感冒咳嗽好几天了，麻烦搭配见效快的药。这几样搭配吃，效果最快，3天就能痊愈，直接结账就行。孩子才4岁，3种药一起吃会不会太多了？放心吧，没问题的。早点吃药，早点好，别耽误孩子。信不过就别买，出门右转，别耽误我们做生意。那好吧。那2种止咳药成分重复了，不能一起吃，会药物过量的。苏婉，你都被开除了还来管闲事儿，滚远点！你们药店到底会不会配药？我孩子吃完你们开的药，不到2个小时抽搐、呕吐、意识模糊，我们正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孩子要是有个3长2短，我要你们偿命！怎么了？出大事了！孩子药物过量，正在抢救。我们去吗？不去的话，万一孩子真的……去，不去的话，一旦上了新闻，我们就彻底完了。你们这2个杀人凶手，我儿子才4岁呢！你松手，这不是我们的错。医生说了，就是2种止咳药成分重复、剂量超标导致的药物中毒，你们还想逃避责任？孩子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但需要住院观察。药物过量对肝脏造成了损伤，需要长期复查。你们是药店的人，我已经把情况上报了，你们等着接受调查吧。医生，能不能通融一下？4岁的孩子因为你们的无知和贪婪，差点丢了命，这事儿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这种黑心药店就该把他们抓起来坐牢，连孩子都敢害，天理不容！
这又搞出什么事情了？店长怎么办？有工作人员突然突击检查，我们从来没遇过这种场面。别慌，就是例行检查，别乱说话，应付过去就行。2名执法人员分工检查，一人检查货架、盘点库存日期，一人线上检查账本和处方，认真核对取证。门店的在岗药师是谁？为什么近期处方审核用药和账本的记录全部空白？经现场检查，你店存在多项违规，造成消费者人身伤害，情节恶劣，现依法对你们罚款。违规记录进入公开档案，后续整改不达标，直接停业整顿。围观街坊指指点点，议论纷纷，门店彻底当众丢脸，颜面尽失。店长，要是苏婉没走就好了。以前审方合规库存全是他一人稳住的，你别搞得药店离不开苏婉一样。这次不过是例外，以后我们小心点不就行了？以前买药就信苏婉，现在不知道她在哪里上班。我血压一直不稳，就想找她帮我看看，别人我信不过。苏婉就在对面的新锐药店，现在是核心药师。老街坊们闻声，手里拿着病历本和药单，结伴走进新锐药店，自觉排队等候。叔叔阿姨们，别急，我会帮大家仔细核对的。叔叔，您最近是不是早起容易头晕，傍晚血压容易往上升？对的，没想到你一眼就看出来了。您先坐，我给您测一下血压。血压只是轻微变动，您之前吃的药很有效，我帮您把服用时间调整一下，起床后半小时再吃，避免空腹低血压风险。我给您写清楚了，饮食要清淡，别熬夜就行。还是你靠谱，别家药店只会让我多买药，只有你真心为我们着想，可算找对人了。以后买药就认准苏药师。小苏，辛苦你了，刚来就这么忙。不辛苦，大家信任我，我就必须把大家的用药情况核对到位。苏药师，我最近口干乏力，有人推荐我买降糖保健品搭配着吃，能不能吃？阿姨千万别买，很多降糖保健品成分不明，会和您的降糖药起冲突，风险特别大。您按时吃正规药物，控制主食和多运动，比任何保健品都管用。还好来问你，不然我真的乱买药了，太谢谢你了。就是这家店，听说他们卖假药。对呀，我邻居说在这儿买的药吃出问题了。李梅，你来干什么？我来买药啊！怎么，开门做生意还不让进？你就是那个药师，我听说你之前被开除是因为卖错药害了人。几位有话好好说，别在店里闹。我们是在提醒街坊邻居别被黑心药店骗了。几位说我卖错药害人，请问是哪位患者？有证据吗？证据当然有，我们今天不是来跟你对峙的，是来让大家看清你的真面目。没有证据就是诽谤，我店里所有的资料都有留存，你们要是有证据，当着大家的面拿出来。各位街坊，我苏婉在这里干了这么久，有没有卖错过一次药，大家最清楚。我作证，苏药师从来没出错，我吃了他5年的药，血压稳得很。对，我也信苏药师，这些人一看就是来找茬的。姐，要不走吧，这情况不对。你别得意。后悔也没用，有路人就主动上前推销，不管什么方法，今天必须开单。张倩无计可施，不愿学习专业知识，于是动了歪心思。您好，是血糖不稳定对吧？我帮您看一下，这款药日常调理特别不错。我主要是餐后血糖偏高，这款药适合餐后症状吗？和我长期吃的降压药有没有冲突？没问题的，餐前饭后都能吃，搭配什么药都可以，您放心买就行。你完全说错了，这款药只针对空腹血糖，餐后服用几乎没有效果，这是最基础的常识，你根本不懂专业，只是在瞎推销话术，对吧？我在这上班这么久，怎么会不懂？是您自己记错了吧？我调理血糖5年，比你清楚得多。以前苏药师在店里，每一款药的副作用都会讲清楚，不会隐瞒风险。人家是真专业，你是真敢乱推。好好一家老店，被你们折腾成现在这个样子，只会照搬话术骗顾客钱。我会去平台如实曝光你们，让大家都看清你们门店的水平。短短半天，多条差评刷屏平台，网友纷纷吐槽店员专业，门店过往用药事故处罚记录被尽数翻出，平台流量彻底封禁，线下客人也几乎没有了。我就是照着苏婉的样子学的，我以为照搬话术就能留住客人。够了，人家靠的是真本事，你只会投机取巧，没有专业的支撑，模仿只会让人笑话。店长，这批囤的保健品全都过期报废了，根本卖不出去，这得亏多少钱啊？慢慢算，应该亏不了多少。以前苏婉在的时候，从来没出过这种乱七八糟的问题。店长，怎么办啊？这个月1分钱没赚到，还倒亏这么多，我们这个月的工资还有吗？你问我问谁去？苏婉在的时候，每个月的盈利都好，月末对账从来不用操心。怎么她一走，店里所有事都乱套了？
怎么还是不消停？苏婉，你看到群里的消息了吗？李梅在胡编乱造，要不要我帮你回顶她？看到了，不用，我自己来。退群了，你赢了。我没有赢，我只是没有输。所有办法都试过，依旧无力回天。店长，我真的没办法了，库存对不上，合规审核过不了，门店口碑也烂了，客人也不来了。以前一直有人兜底，现在没人顶着，这家店真的撑不下去了。现在能收拾这个烂摊子的只有苏婉了。苏药师，我换了这个新的降压药，搭配辅酶一起吃，没问题吧？阿姨，我帮您核对过了，2款药物不冲突，没有连用禁忌。不过您血压偏低的时候要减少服用，辅酶饭后吃能减少肠胃刺激。我给您记下来，您回家照着吃就行。还是你细心专业，找你问诊最踏实。他真的不肯回来了吗？一点余地都没有吗？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苏药师呢？好多人都说他离职了，是真的吗？哎，别提了，是他自己主动要走的，不是我们不留他。他本身专业就不符合门店的要求，平时处方审核总出纰漏，好几次差点闹出用药安全问题，估计是他自己清楚能力不够，心虚不敢干了，才主动离业的。对的，阿姨，你是不知道，他之前在店里做事漏洞特别多，他早就被顾客投诉了，根本不像大家传的那么厉害。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还一直以为是你们门店管理出了问题，没想到是这样。我们也是没办法，他留下一堆烂摊子，直接走人，什么都不管，我们才是受害者。还好我们这么说，不然所有人都知道是我们的问题，这下没人会怪我们了。我不可能承认是我错了，他不肯回来旧店，那就别怪我不给他留任何体面。接下来的时间里，李梅不停向每一位路过的路人重复这套抹黑的说辞，将门店所有问题全部甩锅给苏婉。好多人对苏婉的专业和人品产生误解。苏药师，我可算找着你了。这阵子换季，我血压特别不稳，我不敢随便加药，也不敢乱停。大爷您别慌，我先给您检查一下，咱们看真实数值。您年纪大了，换季温差最容易引起血压浮动，切忌盲目叠加新药。您这次是单纯性波动，您现在吃的长效药很适配，不需要换药不加量，清淡饮食，坚持监测就行。乱吃药反而容易低血压伤心脏。太好了，也就你跟我说实话，他们都巴不得我多买药，只有你劝我别乱花钱，太良心了。苏药师，我血糖一直偏高，我看网上好多降糖保健品，我想问一下，我能不能买来搭配吃？阿姨千万不要乱买保健品降，多数保健品容易和降糖药冲突，造成血糖忽高忽低，风险很大。您目前正规服药，控制主食，规律运动，比任何保健品都管用。原来是这样，我之前差点被忽悠了，还好来问了你。我之前听有人说你专业不行，我还半信半疑，今天一看才知道，纯属瞎造谣，你这才是真药师。要是后买药这下特地坑人了，实实在在为老百姓着想，真的是。苏药师做事我一直放心，我们做药店，守住居民用药安全才是根本。张倩和李梅搞出来了这么多事，苏婉实在放心不下，想去看，结果刚到门口就看到里面好像在发生争执。你们到底会不会卖药？我爸吃了5年固定的降压药，你们凭什么私自给他换了？我拿着药盒去问了3家医院的医生，都说是换药的问题，你们这是蓄意谋杀！我当时以为2款药差不多，老人年纪大了，本来身体就不好。差不多？你他妈跟我说差不多？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扔出去，然后说差不多？救命！你松手，我报警了！报啊！正好让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来看你们这家违规经营的店铺。我爸还在 ICU， 医生说有脑梗风险，你们就等着承担法律责任吧。长效药和短效药差异极大，擅自替换是严重违规，你们不清楚吗？
我们的药品都是正规渠道的，谁也不能保证每个人都100%适配，个人体质问题不能全怪我们。我手里小票，药品齐全，事实清清楚楚。我告诉你们，这件事没完，我不仅去药监局和总部实名举报你们，还要追究你们医疗过失责任，必须严查你们无证售药的违规行为。我在这里上班时反复强调过，慢病患者用药必须严谨，绝不允许私自换药、盲目推销。今天的后果都是你们一己私欲造成的。我们也不是故意的，就是一时疏忽，能不能通融一下？我们可以道歉赔偿。用药无小事，疏忽不能成为伤害患者的借口。证据确凿，该承担的责任你们一分都躲不掉。用药事故的材料层层上报，总部高度重视，即刻安排高层领导带队上门专项检查。店长，是总部的大领导专门过来查我们的，怎么办啊？别慌，先看看情况。王总没有多余寒暄，带着工作人员当场展开全方位核查，逐条记录违规问题，各类违规问题罗列满满一页。李梅，你们这家店是整个片区问题最多的，总部已经给过机会，你不仅没有半点改善，反而事故越出越大。王总，这段时间我确实管理不好，我后续一定全力整改，严格规范操作。你嘴上说整改，行动上屡教不改。这段时间店里发生的事情不是简单的服务失误，是漠视生命、违规犯法。门店专业人员长期缺位，近期接连出现儿童过敏、老人住院多起安全事故，合规积分清零，行业污点公示。以前苏婉在岗时，每年都是优质门店，他一走，门店彻底垮了。你身为店长，这是你的失职。总部研究决定，本次事故通报批评，门店扣除全部绩效，李梅个人记重大失职处分。接下来总部会对你店重点监控，你自己好自为之吧。我一定严格管理，规范售药，绝对不会再出任何问题。要是苏婉还在店里，肯定不会闹成这样，更不会引来总部。总部刚下发通报，惠民药房因为用药事故被总部严查问责。我早说过，合规和专业是底线，靠糊弄和侥幸做生意，迟早出大事。他们之前一直不珍惜你的付出，把你的严谨当成累赘，现在没人勾底，所有问题爆发了。路是自己选的，后果自然要自己承担。总部专项检查结束后，惠民大药房被重点监控，店内持续亏损，账户彻底被掏空，员工薪资迟迟无法扎放，剩余几名员工无心工作，全员摆烂摸鱼。都坐着干什么？赶紧起来打扫卫生，总部随时检查。要是看到现在这个样子，门店直接关停怎么办？整理了有什么用？店里没生意，工资不发，早晚关门，纯属白费力气。就是薪资都不发，谁还愿意干活？以前有苏婉在，店里井井有条，现在烂成这样，谁都救不回来。你好歹动一动，把后台异常订单和差评处理下，不要彻底摆烂。处理有什么用？店铺评分那么低，再补救也没有客人，工资都发不出来。这哪像正规药店，又乱又脏，工作人员都不干活，谁敢在这买药？苏药师，我们最近听说惠民彻底乱套了，工资都发不出来，店员全摆烂，真是可惜了那家老店。开店经营，责任心是根基，偷懒敷衍无底线，迟早会出问题。以前你在的时候，账本、日期、处方从来不用老板操心，他们偏偏不懂珍惜。工作从来不是靠糊弄支撑，每一份严谨都是在守住门店的口碑和顾客的用药安全。刚刚总部更新月度评分，我们店满分上榜。很多老顾客都是冲着你的专业和靠谱过来的。我只是做好本职工作，守住药师的职业底线，对顾客的用药安全负责而已。坚守初心，你的能力和责任心都是最稀缺的东西。李梅看着对面新锐药店每天爆满，心里越发不甘，偏执认定苏婉只是话术好听，偷偷溜到街角，蹲在暗处。你这是受凉引起的风寒感冒，不用吃强效消炎药，搭配温和的药就行。好的，谢谢苏药师，讲得太清楚了。不过是话术而已。学会了就能把顾客全拉回来。苏药师，孩子反复低烧积食，想搭2种消食药一起吃，不用叠加用药，2种成分重复会加重肠胃负担。还好问你，差点盲目给孩子乱搭药了。整条街老顾客都认准你，宁愿多等也要找你问诊。大家信的是专业和安全，不是我个人。李梅蹲守半个小时，以为吃透诀窍，胸有成竹折返店内。店长，你刚才去哪儿了？半天不见人。我去对面学真东西了，这点套路我全学会了。你好，我受凉感冒了，帮我配点见效快的药。您这是风寒感冒，搭配温和中肠药就行。不对吧？这是治风热的，根本不对症啊！现在药都通用，不分那么细，绝对没错。我家里还有止咳汤浆，能一起吃吗？没事儿，都能一起吃，没有任何冲突。风热和风寒药性相反都分不清，你这是不懂装懂害人！我要投诉你们，让大家看看你们只会套话术瞎卖药。他一直在门口偷听你问诊，想搬话术救店，结果搞砸了。话术可以模仿，药理底线模仿不了。糊弄顾客、侥幸做事，终究会被淘汰。苏婉正在店里忙碌，好几个熟悉的顾客走了进来。苏药师，最近外面到处有人说你坏话，我们听着都替你憋屈。对呀，小苏，你的专业和细心我们最清楚，全被这些谣言带偏了，你得拿出证据给自己证明。谢谢大家愿意相信我，我从不主动争辩口舌，但也不会任由谣言抹黑。这是我在惠民任职期间整理的门店隐患整改记录，每一次排查都有详细登记。我的天，这记录也太细致全面了。店长，完了，整条街的人都知道是我们在恶意抹黑苏婉了。我也没想到
他居然把这几年工作的细节全部完整留存了下来。我们现在是彻底百口莫辩了。苏婉，你非得把我逼死不可吗？我逼你？你让所有人都知道是我在造谣，现在连总部都在查我，你满意了吗？你要看我死了才高兴。李梅，造谣的人是你，违规操作的人是你，这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你就不能放我一马？我求你了，你去跟总部说，说是误会，行不行？我不能。为什么？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认个错。如果你真的知道错了，你应该去跟被你害过的顾客道歉，去把那些过期药清理干净，而不是来求我放你一马。我不会告你，不是因为我不恨你，是因为我不想变成你那样的人，但你也别指望我会帮你。谣言彻底被戳穿，惠民口碑崩盘，亏损压顶，工资拖欠，门店随时关。李梅乱了分寸，彻底摒弃所有经营底线。店长，这些都是杂牌小厂的货，以前苏婉从不让进店，冒险，店都快倒闭了还谈规矩，只有低价货利润翻倍才能快速回本。可是这属于违规进货，被查到后果比亏损还严重。悄悄进货，悄悄卖，没人能发现，想保店只能赌一把。这批消炎药核对厂家资质，每盒溯源码都要录入系统。好的速药师，所有报告都齐全，全部同步入账。这批货品种类多，辛苦仔细核对，不能出半点纰漏。药店经营符合规定是底线，三无货源再高利润也不能碰，这是职业准则。杂牌货品悄悄入库，李梅标成正规药售卖，翻倍收卖药品。店长，这些药包装这么粗糙，顾客一眼就看出不对劲，不用你管，顾客不问就不说，优先推杂牌货，多赚一单是一单。这款药我从没见过，查不到备案信息，是正规品牌吗？是正规新品，渠道特殊，性价比高，效果和大牌一样。既然正规，麻烦出示进货资质、质检报告和溯源码。资质在库房放着，今天没带出来，肯定是正规货，你放心。三无杂药也敢高价卖，你们欺骗顾客，谋取暴利，太黑心了。我们都是正规渠道，你不懂不要乱说。是不是乱说？监管部门一查就知道，你们这是违规违法。店长完了，真的被举报了，这次实打实违规，根本没法辩解。药检局系统刚同步消息，有人实名举报惠民药房，执法队已经上门核查了。违规经营触碰行业红线，被查处是必然结果。药店最基本的底线一旦突破，早晚会出大问题。店长，真的有人来查了，怎么办啊？别慌，我们没什么大问题，正常配合检查就行，千万别乱说话。接到实名举报，你店存在售卖无资质药品、违规牟利等问题，请出示进货单据、资质证明。单据在库房，近期生意差，没来得及整理，所有货品都是正规渠道，绝对没有违规。涉嫌售卖过期劣药，内服外用混放，极易造成顾客错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半年处方账目大面积缺失，售卖杂牌药。同志，我知道错了，是我管理疏忽，我马上整改，你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行不行？请你自重，配合调查，违规问题性质恶劣，现当场立案调查，所有货品扣押没收，后续依法从重处罚。我早就说不能卖杂牌货，不能偷懒摆烂，你偏偏不听，现在真的彻底完了。店长，现在真的没人能帮我们了，稽查的问题太严重，我们一样都不会弄，门店肯定要被封了。我知道，除了苏婉，没人能救这家店，我亲自去，带上礼物登门道歉，不管说什么，都要让他回来帮忙。苏婉，耽误你几分钟，我有话想跟你说。你说。苏婉，以前全是我一个人的错，是我目光短浅，心胸狭隘，是我对不起你，我不该打压你，抢你功劳，造谣和抹黑你，我不是人。起来说话，别在这里闹。我不起来，你不原谅我，我就不起来。苏婉，现在门被立案调查，一堆违规问题没人整改，店里马上就要关停，我不仅要赔巨额罚款，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房子都抵押。陆店长，我真的知道错了，求你帮帮我们，我们真的走投无路了。你们先起来。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苏婉，只要你愿意回来帮我这一次，利润分你一半，我什么都听你的。李梅，你到现在还是不懂。懂什么？你不是知错就改。你只是现在没人可用，走投无路才想起我这个人。不是的，我是真心。你当着所有人的面羞辱我、造谣我专业不行的时候，你的真心在哪儿？你把我逼走的时候说店里工作谁来都能做，现在呢？你怎么不找别人？我早就离职，路是你自己选的，后果只能你自己承担。而且，你不是知道错了，你只是知道怕了。监管局刚刚下发公示，
惠民大药房强制停业关提，所有违规记录全网公示。经核查取证，你店存在多项重大违规行为，且屡教不改，事故频发，现责令停止一切经营活动，全员停业整改。彻底完了！当初我们要是听劝留住苏婉，根本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纯属自作自受。苏婉在的时候每年零事故，现在为了赚钱什么药都敢卖，太黑心了。之前还颠倒黑白造谣苏药师能力差，现在真相大白了。真是可惜了以前那家老店，好好的招牌被作废了。职场和行业从来都是凭本心和实力立足。你坚守的不是死板的规矩，是药师的良心和职业底线。他们丢掉的也不只是一家店，是做人做事的根本。路各有归途，选择不同，结局自然不同。守住初心和底线，方能行稳致远。以前我们嫌苏婉太死板，觉得她拖累我们，现在才明白，是她扛下了所有风险，守住了整家店的底线和口碑，是我们毁掉了所有根基。苏婉，总部核查了你入职以来所有的工作数据，你都是全片区的标杆，多年零事故、零失误、零投诉，在行业里非常难得。谢谢总部的认可。我只是做好了本职工作而已。苏婉不只是单纯做好接诊卖药，日常主动排查门店隐患，免费科普用药知识，从不套路顾客，真心为大家口碑和用药安全着想，都是他盘活的。基于你的综合能力与职业素养，总部研究决定对你破格提拔。即日起，你正式晋升为新锐门店店长，薪资翻倍，掌控门店经营和人员调度，同时负责药师技能培训工作。感谢总部信任，我会扛起这份责任，做好门店管理和培训，不辜负这份托付。苏店长，恭喜你！跟着你干活，我们所有人都特别踏实。早就该提拔你了，你专业又有耐心，从来不忽悠人，是我们的福气。之前还有人恶意抹黑你，说你能力差，现在真本事的人走到哪里都会发光。往后我依旧坚守初心，合规经营，良心服务，继续为大家的用药安全保驾护航。惠民大药房彻底关停查封，全员失业。张倩独自徘徊在门口，又是没回复，没专业，没经验，还沾了老店违规的污点，根本没人要。苏店长，我知道我现在没有资格来找你，今天我是真心诚意过来跟你道歉的。过去所有的一切全都是我的错。以前在惠民药店事事针对你，还在背后造谣抹黑你。我明明看着你每天最早到最晚走，一个人做所有工作，我只会偷懒摸鱼甩锅推责，我真的知道错了。现在门店关了，我投了无数简历都没人要，求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入职新锐。我可以接受你的道歉，但我不会录用你。为什么？我真的彻底改了。专业可以培养，但人品无法改造。我的团队首要底线是人品和良知。原来我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凭什么我们落到一无所有的地步，他却步步高升，风光无限，连改过的机会都不肯留？我不甘心，我苦心经营多年的老店毁于一旦。他靠着我的店积累经验，现在成了行业标杆，我绝不认栽。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了，还背着行业污点，根本奈何不了他呀。我们没本事开店，他也别想安稳赚钱。既然他断我们活路，那就想办法讨个说法。对，我们就把事情说清楚，让大家了解真实情况。我就把他工作上的疏漏整理出来，说明他的工作问题。我再补充几条，说明他的营销方式有问题。我要把这些问题都摆出来，让大家了解真实的情况，这样大家就能看清实际情况，相关的业务也会受到影响。苏婉，网上突然冒出大量匿名差评，说你泄密资源，还抹黑门店专业造假，明显是恶意报复。不用查了，是李梅和张倩，他们自己把店做垮，不想着反思改错，反而造谣报复，心胸也太狭隘了。我早就料到他们不会甘心落败，自己守不住底线，见不得别人安稳上进，踏实发光。现在不少网友跟风评论，顾客也犹豫不敢到店，要不要立刻发文澄清，对接平台删帖？不用急，虚假的舆论永远经不起推敲，靠造谣换来的热度终不堪一击。真相和实力不需要辩解，他们的无能挣扎撼动不了真正站稳脚跟的人。舆论发酵几天后，王老板实在是没忍住，再次找到了苏婉。苏婉，网上这些谣言四起，再不管控，咱们辛苦做起来的门店口碑和客流要被毁了。老板，别急着公开澄清，他们就是故意批量匿名带节奏，就等着我们慌乱回应，主动炒热话题。对付这种蓄意抹黑，不用靠嘴吵，靠规则，靠证据。
苏婉逐条点开各大平台的恶意发帖和虚假差评，如一截图留存，整理出一套完整证据链。还好你心思细，定力足，换做别人被这么大规模抹黑，早就心态崩了，根本顾不上冷静取证。他们拿捏的就是普通人受委屈就慌乱、急于辩解的心理，但行业做事从来只看证据不看情绪。证据全部整理完毕，我现在同步对接平台客服、总部风控部门和市场监管局3方渠道，一次性彻底处理干净。你好，我提交本组证据，举报近期批量匿名账号蓄意发布虚假信息，恶意诋毁职业口碑，抹黑正规经营门店，属于批量水军蓄意造谣，麻烦后台核查处理。我们即刻下架所有虚假差评及造谣帖文，对涉案账号进行永久标记，限制发言，违规备案。苏婉随即跳转页面，将全套证据同步上报连锁总部风控部，所有证据完整清晰，总部全力配合官方跟进追责，坚决维护员工与门店合法名誉。苏店长，我身边好多邻居都说，现在买药只认你这边，别的店都不敢信了。用药无小事，踏实合规，真心服务，才能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店长，我们好不容易整改完副业，只要有人进店买药，我们应该就能回本吧？肯定会的，店面合规，问题都改完了，大家就会忘记之前的事儿，生意肯定能好起来的。这家店重新开门了，别进去。这家店之前乱卖药，还卖过期杂牌药，特别黑心。店长，你看，大家都记得，根本没人愿意相信我们。以前惠民老店本来底子特别好，苏婉在的时候服务又贴心，谁不爱去？可不是嘛，好好的店，非要自己瞎作，卖劣药骗顾客，还抹黑好人。现在就算整改干净了，人心早就凉透了。药店经营拼的从来不是装修和货品，是长久的信誉和良心。规矩可以改，底线一旦丢了，很难再捡回来。还是你靠谱，这么多年始终如一，不糊弄守底线。我们认准的是你这个人，这份良心。你家现在买药靠谱吗？不会随便乱换药了吧？之前我老婆就在这儿买错药，后怕了好久。帅哥，我们现在全部合规经营了，药品都是正规渠道，绝对不会出错，您放心。算了，我还是去对面苏药师那边买。他们整改了所有硬件，终究还是留不住一个顾客。他们以为改掉表面的违规问题就能重来，却忘了最核心的问题是丢了初心，败了人品。店长，别撑了，我们真的做不起来了。人心一旦凉了，再怎么道歉都没用，没人会再来相信我们。本月门店零违规、零投诉，整体营收稳步上涨。大家日常合规职守，细致服务，每个人的付出都看得见。月底所有员工绩效、提成全额核算到位，准时发放。后续我会安排片区合规培训，大家一起提升专业能力，把服务和口碑做稳做实。跟着苏店长干活最踏实，赏罚分明，做事公正，从来不会让我们白白付出。大家分工协作，每天检查药品日期，处方账本当日核对，服务耐心细致。门店盈利从来不是靠克扣员工，是靠全员齐心、专业服务换来的。明白，苏店长，我们一定好好守住口碑。店长，这工资怎么回事？拖了半个月，现在还扣那么多。我们正常上班，凭什么无缘无故降薪扣提成？店里现在亏损严重，能发底薪就不错了。所有提成全部取消，所有人都一样，不是针对你们。亏损是经营的问题，是你们违规操作搞垮的，凭什么让我们买单？我们每天按时上班，只守门店，没有半点工作过错，凭什么白白被扣工资？之前拖欠工资我们忍了，想着老店不容易，现在不仅拖欠还扣工资，这工作根本没法干了。能干就干，不能干就走人。现在门店困难，我也留不住人。行，既然你这么说，我辞职。这种扣钱还要背锅的烂店，谁爱干谁干。有了第一个带头，其他2名员工当场提交辞职申请，快速收拾个人物品。接下来的几天，店内不仅没员工，也没顾客。当初我就劝你别进杂牌货，你不听。本来门店还有机会慢慢整改，都是你把所有退路全部堵死。现在员工走了，没有收入，我们彻底被困死在这里了。凭什么全怪我？你没责任吗？当初违规售药、偷懒摆烂、造谣抹黑，啥事儿没有你。出事之后你只会哭，半点解决方案没有，凭什么指责我？我当初是听你的指令做事，你是店长，你说了算。如果不是你贪心扣工资逼走所有人，我们至少还有点盼头。现在好了，只有我们2个人，店开不下去，天天倒贴亏损。你要是当初好好学专业，不偷懒不摆烂，门店能烂成这样？哼，你没本事就算了，出事就只会怪别人。线上订单量越来越大，全靠你严格把控。平台从来没有一次违规预警。线上售药最核心的底线就是持证审方，绝对不能偷懒。有你把控合规，
我们门店线上线下都稳得很。惠民药店线下彻底零客流、零成交，只剩线上零星几单是最后的盈利渠道。现在线下彻底没人进店了，全靠线上偶尔几单撑着。线上店铺一直在正常运转，只要还能接单，就能少亏一点，先熬着再说。又谈提醒了，不用管他。以前苏婉做事太较真儿，我们直接跳过沈芳接单，省事又快。店长，不好了，平台出重大通知了！一瞬间，页面所有商品瞬间全部下架，店铺入口关闭，接单功能彻底锁死，无法恢复。完了，这下彻底完了，线上店被永久封了，我们唯一的收入渠道彻底没了。怎么会直接永久封禁？只是缺个药师，就不能给一次整改机会吗？平台发了多少次预警提醒，你一直说不用管，现在违规次数超标，系统封禁，再也解不开了。对面惠民药房线上店铺被平台永久封禁了，彻底没救了。他们一直觉得我以前太过较真，可我在岗那几年不是死板，是在帮门店挡住所有灭顶风险。今天最年轻的嘉宾就是他，从惠民药房出来逆风翻盘的那个苏婉。听说他全年零事故、零投诉，把新店做成了片区标杆。我专门来听他的实战经验。接下来有请本次优秀行业标杆代表新锐药店片区匠师、金牌店长苏婉上台，为我们分享合规问诊、安全用药与门店精细化管理实战经验。大家掌声欢迎！各位领导、各位行业同仁，大家好。我从业多年，最深的感悟就是，医药行业从来不是一门单纯的生意，而是一份守护民生安全的责任。很多门店陷入重盈利、轻回归、重营销、轻专业的误区，但我始终坚信，药店经营的核心从来不是卖货盈利，而是守住用药安全底线。所有营销套路、投机取巧、侥幸违规，短期看似获利，最终一定会透支口碑信誉。真正的长久经营，永远是精准问诊、严守合规、真诚服务。从业者丢掉专业底线，抱着侥幸心态积业，积累再多客源，最终也会彻底覆灭。只有守住每一条小规则，才能守住门店的大根基。太厉害了，年纪轻轻，格局和专业比很多老药师都稳，每句戳中行业痛点，全是实战干货。难怪他能逆风翻盘，这是靠专业和责任心拼出来的，根本不是运气，一般人比不了。苏店长，你的专业能力太优秀了，后续全市片区的药师合规培训，真心希望你能常驻分享，带动整个行业正向发展。感谢各位领导和同仁的认可，未来我会始终坚守初心，继续为大众用药安全保驾护航。苏婉，这边平常释放中新牛的提过期报废，新鲜自享促销，造齐声镜前，李梅提你哀父归为因，已于行业合规的反面案例。你一个女赤膊上上位，赤膊市长加霸凌，在这个厨房，你打我儿子！这不是惠民药房的李梅吗？好久没见了，居然也来行业峰会旁听，有点意思。台上正在讲行业规范相关的内容，他也在下面听，还挺巧的。好好的10年老店被他亲手做没了，最后被监管处罚、平台封禁，纯属自作自受。哼，同样是开店做人，差距天差地别，现在还想来蹭人脉翻盘，未免太天真了。这种做法对整个行业的风气影响很不好，还能这么坦然待着，换作是我肯定会好好反思的。为什么会这样？凭什么他风光无限，我却一败涂地？不知道过了多久，会议室的门打开，中场休息，苏婉走了出来会议室。李梅，你来看我笑话他，你赢了，我彻底完了，你高兴了吧？没有人想看你笑话。那你来干什么？来可怜我？我不需要。我来告诉你一句话。什么？从来没有谁的成功是偶然，也没有谁的失败是冤枉。行业从不辜负坚守者，也不会放过侥幸者。要是当初你守住底线，听进去一句劝，都不至于走到今天。我亲手毁了一切，全是我亲手毁的。自从惠民大药房线上店铺永久封禁，员工集体离职后，门店彻底断了所有收入，债务窟窿彻底无法填补，真的彻底关了。
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我们守了这么久，到最后什么都没剩下。房东昨天正式催租，监管的罚款到期必须结清，不然就要列入行业黑名单。真的撑不住了。我现在才彻底想明白，以前我们到底有多蠢。我们嫌他死板，嫌他阻碍我们赚快钱，还联手把他逼走。原来不是门店难做，是他一个人替我们扛下了所有风雨。店长，你真的不后悔吗？明明我们有最好的门店、最好的口碑、最靠谱的队友，是我们亲手把一切毁了。后悔？怎么能不后悔？我总觉得他太死板，以为挤走他，我就能随心所欲掌控门店，赚更多钱。到头来才发现，我一辈子精明算计，最后算计到自己一无所有。审方一定要认真，慢性病用药必须核对病史，合规不是形式，是守住顾客的用药安全，也是守住我们自己的职业底线。记住了，苏店长，做药店不是做买卖，是做良心、做责任。苏店长，真是多亏了你，现在我们整条街的老人买药都只信你一个人。之前还有人乱造谣你，现在大家都看清了，真正专业有底线的是你。我只是做好本职工作，守住初心和底线而已。原来当初我们看不起的坚守，是所有人最羡慕的底气。是我自己毁了自己的一切，怪不得任何人。职场从无捷径，人生皆有因果。专业坚守与人品底线，才是行走世间最稳的底气。有人守心守德，终踏坦途，登顶辉煌；有人贪利忘本，终陷低谷，满盘皆输。所有悲欢起落，从来都不是命运安排，而是每一次选择累积的必然结果。